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sther。今天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 Baguette 的成品。就是这个项目做完已经有一阵子了，但是一直没有把 mockup 就是总成一个可以放到 portfolio website 的东西。然后反正就一直到今年才做好。OK， 现在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已经放在作品集网站上的东西。大概是这样的，这个物料真的是很多，就是我在准备这个物料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其实多到有点想吐了。有一些我用的是 mockup， 有一些设计，比如说这个人头的这个，我就为了让那个 viewer 更好的看清设计的细节，我就没有放 mockup 的图片，海报这3张也是，然后我又稍稍加了一点那个 drop shadow， 看起来没有那么平，就是没有 mockup， 但是你要稍微带一点雾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是 price tag 和小票，这个 price tag 我还挺喜欢的。OK， 然后这个 mockup 我倒是放上来了，因为我会希望在就是白背景的设计跟白背景的设计之间会有一些 mockup， 这样看起来会有趣一些。OK， 终于到底了，这就是所有的成品。然后现在来给大家讲一下我设计的过程。众所周知啊，我为等一下，这个屏幕有点卡。我为这些模特图片花了半个多月了，应该是半个多月时间，我才把这些所有的模特图片搞定了。然后这就是我的物料设计，大概一共就花了，我看啊，就不算前期摸索，就真的开始做设计。我看名片1天，然后 Instagram 加这3张图片加这个小票2天，就是这一堆海报加3张长海报，然后还做了啥？我靠！然后 price tag 这个全部乱七八糟的这一大片，第3天还是3天做完了吧？然后最后这些用于那个这种奇怪的竖长条书本的，应该是4天，大概也就4-5天吧，一共。真正的做设计大概只用了4-5天，但是前期摸索时间挺长的。这个是我前期还没有找到感觉的时候的那个 board， 这个黄色的部分不用管，就是它是文件损坏的 ，it doesn't matter， 就是文件损坏的一些图片。首先在开始这个项目之前，这个是我旧的 Baguette 项目，就是2020年做的那个项目，就这个时候我只有那个物品图片可以玩一玩，也没有，因为没有 AI，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做更多的事情。然后我就做出了 logo， 做出了这个 typography 的 texture， 然后画出了这个 sketch， 然后就只有这些元素能玩，就尽我所能也就这样了。然后现在因为有了 AI， 现在因为有了 AI 就可以做出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。这个是我是那个模特图片做完之后就开始摸索，大概要一个什么样的 what kind of style should I apply。怎么说？感觉有点味道，但还怪怪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在 Behance 上继续翻，因为 Behance 上实在是没有太多好的设计 ，for some reason 都很土。我就找到了这个设计，就是我之前吐槽不是说美国人做不出好设计吗？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俄罗斯人做出的设计。然后就我当时就说，我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做的非常棒，但我的第一感受不是说一个受害者视角说哇
怎么还有这么优秀的设计师，让我压力倍增，而是说感谢高林给我带来一个好的 inspiration。然后我就仔细观察一下这个项目是怎么做的。首先我开始学它这个 logo， 它这个很亚逼的 logo， 它有一个 sans serif typeface， 然后 serif typeface 就是一共4行，4种不同的字体。然后我就说这个可以玩一下哎，然后就开始重新设计 Baguette 的字体，就唰也搞了 logo， 然后 sans serif 字体。这个字体用的还是一个叫 American Typewriter， 一个打字机字体，和那个这个 LDPE 这个塑料袋的化学式，我觉得放上去还挺酷的。OK， 然后就是那个亚逼感觉就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我继续往下翻，我就翻到它有这种像一个 sticker 一样的设计，这里也有。然后我说那我也设计个圆圆的吧，哎，又不见了。然后我就接下来设计出了这个圆圆的东西。既然我已经把化学式捞出来了，我又让 ChatGPT 生成了这个化学式的化学结构 I don't know why， 就 everything visual can be played around。 然后这个 logo 这2个东西出来之后，我觉得有点东西了，就是依照这个跟着我很喜欢这个设计的感觉走。 logo 出来之后，其实这个好的开端就来了。然后我又大概归类了一下可能会出现的4种图案，一个是照片本身用作图案，一个这个点点点我最后没用上，但是这个想表达就是微型塑料的那种感觉，这个用上，这个就是那个 typography 的图案，就全部都是由字体的零部件组成的这个图案，然后这个是手绘那个图案，这个是我那天晚上传出来的这个奇怪的 logo， 好喜欢这句话 LDPE never looked this good。然后接下来我又把4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最后我忘了我是怎么找出这4个词，就是用来描述这个品牌的感觉，因为我看它这个设计也找出来了6个 unique symbol， 然后我这也找出了4个 brand feature whatever。 然后 ChatGPT 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用它来做一些那个 copywriting，就是我可以让他为这个 branding 写一些特别就什么来着，冠冕堂皇的话，就是我不怕我没有东西放在这个设计上面，他会写很多的文字给我。 That's great。 OK， 然后我把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logo 我那天晚上摸索出来之后，因为其实卡了蛮久了，就是我做这些设计我还找不到那个 visual 的方向是什么，直到我看到了这个设计，我就决定跟着它走。然后接下来我就开始根据我的照片跟这些 logo 的东西开始做真正的设计了。然后我先数了一下，因为它这个图片真的是蛮多的，我就数了一下它都有些什么。可以比如它有，这里是那个这个 Instagram Story 的截图，这是3张，下面还有3张，一共6张。然后有小票，有那个 price tag， 有这种长条形的海报，有这种它大概是一个工作室 meeting 的一个东西，但是我决定做一个名片，就这个纸上做个名片还挺好看的。然后就是这个是 ins， 这个是一个邀请展览的票，这个做了，这个 info cover 也做，但是没太用上。接下来这个也是一张邀请卡，这个我也做了，就是我把它有什么东西我就全部一个标上来，然后当然还有这种经典的海报，然后这个我管它叫 PPT page， 就是对 PPT， 这又是个 PPT， 然后这个我没做，这个也不知道是啥，我就把它有什么东西我就一个标下来，然后我就列出来，哎，就是一项一项做了花。OK， 第一天万事开头难，所以第一天我只做出来这张名片，但是我觉得我大致把这个亚逼风的感觉我给定下来了，我很满意。然后第2天我决定挑个难一点的，我就过来做这个那个 Instagram 的截图了。我还是把它那个设计全部放在上面，我大概看一下都有哪些内容，然后排版部分我有借鉴，但是我觉得我的做的比他好，嘿嘿。对，然后 Instagram 比较难的就是 typography
然后花样要特别多。就这个其实这6张图也花了一整天的时间。好像这6张图做完之后，我就立刻把这个 info tag 这个没用上，因为这一整个视觉效果跟Baggett差的有点远了，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看起来特别像个运动的品牌，我最后就没用。然后我又把这个小票做出来了，这是第2天的成果，就肉眼可见，就是第2天速度刷的一下就上来了，因为找到那个手感是什么了。第3天我看我有点乱了，好像第3天是没有，第2天我单独做出了这个 ins story， 第3天是把小票、门票跟这3个 info card 做出来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说，把头单独切下来真的很酷。在名片上我只是单独把人切下来，渐渐我发现把头切下来也很酷。然后我就把所有的我的乐高积木，分别是所有的 AI 生成图片，所有的人物跟所有的人头我都摆在这里。然后 typography 上能用的是这个字，这个typography 的图案，看起来很高级的图案，我的 logo 和一些那个 copywriting 的内容。然后再加上这个手绘的花纹，这个就是我的乐高，就是我的乐高玩具，我就接下来就是排列组合这些东西了。OK， 然后我就排列组合出了这一群海报，分别是，这主要是把那个其实被挡住了，挎包、手提包跟那个帽子的3张主海报做出来，然后这几张相当于是副海报的意思吧。我看啊，还有啥可以讲的？然后长海报，这个小海报我做了一群，我本来想做5张的，最后又多加了几张，用得上无所谓，就多做一些嘛。然后3张长海报图分别是产品图、人物群像的全身图和人头的图，正好分配3张很完美。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 PPT 图啊，这个邀请函图啊。然后这个我不知道是啥，这个我最后也没用上，信封，这应该是信封，但我觉得doesn't stand out that much， 就没用上。然后这个是 price tag， 最后这边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图，就是这个我在淘宝上找的那个 mockup 的图片。对，就是我做到，我应该是什么时候，我哪一步我开始找那个在淘宝上找 mockup 的，好像是对，就是在我摸索出这些 logo， 就我重设计 logo 之后，我重新设计了这些 logo 之后，我就去淘宝上买了一堆的那个 mockup。然后买完之后，因为有些图案你要针对，比如说这个细长的画册，你要针对它这个 ratio 设计，然后这个基本上一早上就搞定了，很快嘛，因为你已经排列组合出这么多东西了，你在那个基础上再多的组合就没有那么难了。这就是密密麻麻的一版物料，然后塞到 mockup 里面去之后，就是这张我真的不是很想打开，因为它特卡。然后就是把 mockup 全部一个一个的，这全，哎呦我去，就这全部都是 mockup 一个个的 PSD file， 然后这个是那个 export 出来的图片，就是有一张图我可能会。就是这一张 mockup 里面可能会塞还有好几张海报，因为我很喜欢这张图，然后我想看不同的海报的效果是什么。这种有时候就一个场景我就跑了蛮多张的，你就是前期准备的物料越多越好了。最后物料展示就是把它们一个个按顺序贴到这个最后的，好了，卡了，成品上面来，有些用了，有些没用。用完之后，大功告成了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总算是完工了这个事情，1个多月，辛苦了，非常厉害。
OK， 今天就分享这么多，谢谢大家，See you guys。